当你大腿侧面紧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经常采用滚轴的方式来去解决呢？然而解决的效果又怎样呢？是否有效呢？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。当我们髂胫束紧张的时候，我们用泡沫轴去滚动我们大腿侧面的时候，短期内是可以获得收益的。然而这只能让我们获得短期内的收益，也仅仅是短期内的收益，你的症状依然会反反复复。关注老王频道的老粉都知道，我们的分析要从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。我们的髂胫束是一个结缔组织，当我们髂胫束紧张的时候，就不得不关注连接我们髂胫束的一块很重要的肌肉——阔筋膜张肌。阔筋膜张肌的功能是髋屈髋内旋，也就是阔筋膜张肌是在髋屈位产生髋内旋。那么什么样的体态会让我们的阔筋膜张肌紧张，进而产生髋屈髋内旋的状态呢？没错，就是骨盆前倾。所以我们髂胫束紧张的同学当中，大部分人都存在骨盆前倾的状况。那么骨盆前倾这个状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可能跟我们的髋内旋受限有关。当我们髋内旋受限的时候，我们会通过骨盆前倾的方式，让我们的髋关节进入一个被动内旋的状态。而我们的阔筋膜张肌就是在髋屈位产生髋内旋的一块很重要的肌肉。我们要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就要训练另一个更重要的髋内旋肌肉——臀中肌的前束。臀中肌的前束和我们的阔筋膜张肌的区别就在于，臀中肌的前束可以在我们的中立位让我们产生髋内旋的能力，而阔筋膜张肌只能在髋屈位让我们产生髋内旋的能力。当我们更好的激活臀中肌前束的时候，我们的阔筋膜张肌的紧张问题才能得到释放，进而解决我们髂胫束紧张的问题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训练动作。好，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大小腿90度，小腿垂直于墙面，双脚蹬实墙面，让我们双腿中间夹一个瑜伽小球，然后让我们的双腿用3成的力去夹紧小球，将我们的上侧膝盖向回拉，拉到你的一个接近于极限的位置，停下来，在这里吸气不动，呼气，让我们上侧的腿内旋夹球，同时再向后拉动我们的坐骨，保持呼吸，注意用3成的力就可以了。此时你在感到内收肌启动的同时，更多的应该感受到你上侧的臀肌也启动了。这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激活臀中肌前束的训练。在这里你可以保持10到15个呼吸，就2到3组即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的大腿侧面也经常的紧张的话，与其反复不停的去滚动泡沫轴来解决，不如按照上述的方式将我们的臀中肌前束激活起来，相信对你大腿侧面的紧张问题会更加有效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